哎，我们每天都在用键盘打字，对吧？不管是中文、英文，都蛮简单的。但你想过吗？如果今天要打的字不是字母，而是一种3000多年前的文字，长得根本就像一幅画，那该怎么办？这问题听起来是不是超酷的？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你看荧幕上这个，这就是甲骨文，我们目前知道最古老的汉字，是不是跟你我想象中的字不太一样？它其实更像是一幅小小的素描，而不是我们现在写的这种符号。你看，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画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个动物啦，一个物品，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问题来了，像这样的文字，要怎么用我们现在的键盘一个一个把它打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开的大哉问。你想想，当你的语言根本就是一堆图画，它没有 ABC，也没有 bopom，你要怎么把它变成数位资料？好，接下来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聊。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把这些古老的图画打成字挑战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会回顾一下以前的人试过哪些方法，为什么都失败了。再来就是重头戏，我会带你看一把全新的数位钥匙，看看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接着，我们会实际操作一下，看看这个系统怎么运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来谈谈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好，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最大的挑战其实就藏在象形这2个字里面。什么是象形？就是长得像那个东西，所以你没办法像打英文一样，一个字母对一个按键。你也不能像打中文注音或仓颉一样，用固定的笔画或符号去拆解它，这根本行不通啊！这感觉比较像是要教电脑去读懂一幅画，然后再把它画出来。那以前的人是怎么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们当然也试过很多方法，不过都遇到了一些麻烦。以前的方法大概可以分成2派，第一派是从形状下手，叫做纯字形法，这有点像我们熟悉的仓颉或五笔输入法，就是把字拆成一个个小零件。可是问题来了，甲骨文根本就不是用笔画写出来的，它是一幅画你要怎么用固定的规则去拆解一幅画？太难了，使用者根本学不来。好，那第二派就想说，不然从声音下手吧，也就是纯语音法。这个问题更大，因为有很多甲骨文，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它3000年前到底怎么念。你不知道它怎么念，是要怎么用拼音打出来，所以这条路也走不通。所以就有学者说了，我们真的很需要一套新的方法。这套方法必须要够专业，要能忠实地呈现甲骨文的样貌。但同时又要够简单，要让一般人或者说研究者可以很方便的学习跟使用。你看，这就是当时最大的挑战，要在学术的严谨和使用的方便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全新的系统诞生了。我觉得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把数位万能钥匙。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死脑筋，不坚持只用一种方法。它非常聪明的把结构、声音还有形状这3个元素全部结合在一起了。好，那这套系统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说穿了很简单，大概就3步。第一步，先判断一下这个字我们认不认识，知不知道它的意思。第二步，再看一下它的长相，它是一个完整的图，还是由好几个部分拼起来的。最后，第3步，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给它一组专属的键盘代码，是不是听起来还蛮直觉？好，接下来这部分，我觉得是整个系统最有趣也最聪明的地方。我们先来看最单纯的状况，如果这个字是一个单独的图案，而且我们也知道它的意思，那该怎么办呢？这个系统的设计者，他们想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他们不是看这个字的笔画，而是去想，3000年前的人在画这个字的时候，他到底在画什么？所以他们就把字分成了几大类。你看如果画的是大自然的东西，像是山水就归类在象物，代码开头就是 V。如果画的是
人或人的身体部位，那就是像人，代码 R。如果是人做的工具、武器，那就是像工，代码 G。如果以上都不是，那就丢到其他，代码 T。这是不是超聪明的？它的核心精神就是用古人的视角去理解古人的文字，这点真的很重要。OK， 理论讲的差不多了，光说不练没意思，我们直接来看看这个系统实际用起来是怎么样的。我们来走一遍，看看一个古老的甲骨文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我们可以在键盘上打出来的代码。好，大家请看这个字，这个字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对吧？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图案，而是由左右两个部分组合起来的。那像这种组合字要怎么办呢？系统为它设计了一套专属的3段式公式，很简单。第一段，先给它的结构一个代码，比方说 H 就代表左右结构。第二段，把左边那个字的拼音，右边那个字的拼音分别打出来。第三段，再把整个字的总拼音打出来。就这样，我们直接拿刚刚那个字来套公式看看。首先，它是左右结构，所以代码就是 H。再来，它左边的部件念 E， 右边的念 Li， 整个字合起来也念 E， 所以把它全部串起来，这整个字的输入码就是 H E Li E。你看，就这么简单，一个看起来超复杂的古文字，就变成了一串我们谁都会打的英文字母。好，那一定有人会问，如果遇到那种我们根本还不认识、还没破解的神秘古字怎么办？别担心，系统也想到了。这时候就要像个侦探一样办案了。如果这个字里面有你认识的部分，那就先把认识的部分的读音打出来。不认识的部分呢，就找个长得最像它的英文字母来代替。那如果惨了，整个字从头到尾都看不懂，那就只好把它当成一幅画，用一连串代表基本形状的字母，硬是把它画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知道要怎么把一个3000年前的字打进电脑了。但我们来聊聊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件事情？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这个数字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12685，这是什么？这是透过这个专案被成功编码，可以被数位化处理的甲骨文的总数。你没听错，超过12000个，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工程。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件事的重点根本就不只是打字而已，它远远超过一个输入法那么简单。这更像是在为一种快要失传的古老文字打造一艘数位方舟。有了这艘方舟，全世界的学者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很方便的去搜寻、去比较、去分析这些超级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会大大加速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跟理解。这就让我们忍不住去想，从我们今天谈的甲骨文，到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再到中美洲的玛雅符号，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到底还有多少古老的智慧跟秘密，就这样被锁在他们独特的文字系统里？而他们是不是也正在等待着下一把像今天这样充满创意的数位钥匙，来为我们打开那扇通往过去的大门呢？